那人们总是在尝试在 AI 视频当中加入更多的镜头控制语言啊，让它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更加的漂亮。那今天呢，介绍给你一个新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来源于阿里巴巴的派。那提到阿里巴巴的派这个团队呢，大家可能能想到就是它是属于泛系列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叫做 Control Camera。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例子呢，就全部来源于泛 Camera 所有的生成实例。大家看一下，它除了对单镜头呢能够有比较好的控制效果之外呢，同时提供了镜头组合的功能。那这是之前的这个模型不具备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模型呢，就是一个双镜头组合的效果，而这两个视频呢，则是3个镜头组合的效果啊。大家会发现镜头呢，画面呢会更加的丰富，当然呢，也会给人一种紊乱的感觉。那如果你想将更多的镜头语言融入到你的视频当中，那这个模型呢，绝对是不应该错过的。好，下边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给大家详细的来描述这个模型。首先呢，今天所有的实例呢，我依然是在 Running Hub 上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本期的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的这种镜头控制的技术，第二个就是给大家全面的展示 One 2.1 泛它的这个模型的镜头的控制技术到底有什么改进和提升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展示双镜头的组合方法，第四个就是给大家展示如何使用多镜头啊，然后使用这种长视频的生成方法，让你的视频呢更加的具有动感。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叫做Control Camera 的技术。大家看一下，它来源于阿里巴巴的派平台，那么也属于我们的泛系列的一个模型。那它完整的名字呢叫做 One 2.1 泛 V1.1 啊，后边是参数数量，可能是 1.3B， 也可能是 14B， 后边是 Control Camera。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里边呢有这个镜头的上移、左移啊，甚至右移。下面呢也展示了镜头组合的一些形式。当然，这个画面的话呢，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啊，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所以说，待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实测它的效果。那如果你要在 ComfyUI 里边去使用这个技术的话呢，同样我们需要有一个 ComfyUI 的扩展。那这个扩展呢，毫无疑问依然是 K 神带给我们的 ComfyUI One Video。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它的实例工作流。那我们可以往下边去找一下，大家呢可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流啊，叫做 One Video Fan Control Camera Example。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镜头的控制的工作流。那么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工作流的话呢，记得将这个扩展呢更新到最新版。然后呢就是模型的下载。那模型的下载呢，依然在 K 神的包包脸的官网上，我们可以找到 One Video-Confy 啊这样的一个仓库。然后我们点开 Files and Version， 那么大家可以下载到Camera Control 的一个模型，大家看一下是这个，它的大小呢是 17.6 个 G。 大家注意啊，你现在拿到的这个是一个 14B 的 FP8 的量化版，当然呢你还可以使用原版，原版呢我们可以在它的官网上下载下来。那大家呢可以在这儿看到它官网的这个地址，你注意它的 1.3B 的模型大小已经到了19个 G， 而这个 14B 的完整的模型已经到了47个 G， 所以说总体来讲呢这个还是比较大的啊，我建议大家呢就可以直接使用 K 神的这个 14B 的 FP8 的量化版就可以了。如果你非愿意去尝试一下 1.3B 的这个模型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看你个人的算力情况。然后大家把这个下载下来啊，给它放到我们的 Diffusion Model 里边，这个就可以了。那下边我们说一下这个镜头控制技术出来之前呢，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类似的技术了，同样是在 One Video 这边来实现的。我们在这个 K 神的工作里边也能找到啊，比方说 1.3B 的 Recamera Master， 这个也是一个镜头控制的技术。那它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它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这种单镜头的控制，而且效果呢非常的精准。其实它整体的效果呢并不比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术要差。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除了实现这种单镜头的控制之外呢，可以实现镜头的组合。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把这个工作流下载之后呢，直接可以拖到你的 ComfyUI 里边。当然呢大家也可以用我的这个工作流，我这个工作流呢其实是对 K 神的工作流做了一个重置啊，让它的模块化和感官呢会更强一些，并且呢灵活性呢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好，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基本流程啊。首先看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参数控制。大家注意啊，我一共是49帧。
那它的宽和高我现在设定的是480和832，标准的9:16的一个分辨率，并且呢我们把它存了一下。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模型的加载。模型加载的话呢，这儿我保留了 K 神所有的备用节点啊。如果你现在出现显存不够用的情况下呢，可以把备用的节点呢给它连上。这样的话呢，可以使用这种块交换的技术啊，能够充分的使用内存和显存，让整个的工作流呢可以支持更长的这种视频和更高的分辨率。然后呢就是模型的加载，大家注意，我现在加载的是14 的量化版的这个 Control Camera 这个模型。大家注意啊，在这个量化选项这儿一定要选择 FP8 的这个。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是支持 Sage Attention， 一定要把它选成 Sage Attention， 要不然的话呢速度也是会比较慢。然后呢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还有我们的 VE， 这个和 One 呢基本是共用的。这是模型加载的部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参考图片的部分。这儿呢我们有一张参考图片，然后呢我使用了 Resize Image 让它变成一个符合我们480×842这样一个分辨率的图片。然后下边就是镜头的控制。镜头的控制呢我们用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点啊，叫 Animate Diff。 这个大家可能很长时间不用了，尤其是我们这个 DIT 视频生成模型出来之后，大家可能很少用这个节点。但是呢如果我们倒推到半年之前，大家生成视频基本上都是在用这个技术，对吧？那这里边呢有一个节点是专门进行这种镜头控制的。大家看一下它现在支持的这个镜头的类型也很多包括静态镜头啊，向上平移、向下平移，然后放大缩小，这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另外的话呢，我们这还可以设定它的速度，它默认的是 0.1， 我们暂时呢先保持默认。然后呢我们会使用 OneVideo 的Fan Camera Embed， 你注意这是一个新节点，是专门为这个模型呢应该是新开发的一个节点。下边这个其实是一个辅助的，主要是进行镜头运动的一个可视化的处理，你要是愿意看看就看看啊，不愿意看看也无所谓。然后会生成一个图片的 embed， 然后我们把这个 embed 呢会传到这样的一个节点里边。这个节点呢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叫 OneVideo Image to Video Encode。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会把它放到这个 Control Embed，就是它属于控制向量的一种。如果你去看我们之前用 IMP 或者用 Control 这种技术的话，也是连到这儿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参考图片是连到首帧，就是 Start Image 这个位置。那别的呢你挨个连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生成一个基于视频的图片的嵌入式向量。那这个向量呢主要是用于什么？用于采样啊，所以说呢下边就是我们采样的过程。那这儿呢我们有一个提示词啊，这个提示词的话呢你自个儿随便写就行，这个跟镜头没有关系，因为镜头呢是作为附属的条件加上去的。在这儿呢你仅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再加入镜头语言，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一定的混淆。然后再往下边就是我们这个采样器，大家按照默认就可以。这个呢基本上和这个谁是一样的呢？和这个One模型是一样的。注意我这儿会用到 Tcache， 主要用于加速。 SLJ 我这儿的设置跟它的官方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这儿的跳过层数设的是9层10层，然后 Start Percent 和 End Percent 设的是 0.2 和 0.5。 这儿呢我用到了这个Zero Star， 别的呢就没什么了。那这是我重构的这个工作流啊，它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和关键节点的一个情况。下边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各个镜头控制它基本的一个效果啊。注意我这儿是49帧，如果可能的话，你尽量的呢用81帧，效果会更明显一些。那你注意啊，我现在选的这个镜头类型啊，叫做 Zoom In 啊，放大。你看一下这个镜头呢，在有效的向这个美女呢进行推进，是吧？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儿我用的是 Zoom Out。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这个 Zoom Out 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镜头呢在逐渐的拉远，对吧？这儿呢我用的是 Tilt Left， 这个是向左去摇动什么？摇动镜头。你看一下啊，它明显有一个镜头向左摇动的一个效果。那这个当然就是 Tilt Right 啊，就是向右去摇动镜头。这个呢我们叫做Tilt Up， 大家注意向上去摇动这个镜头。
你要注意啊，镜头摇动最终的效果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脸会面向这个镜头，因为它这个视角是从下往上的嘛。但是你要注意啊，它在表现这个背景的一个重构的效果的时候，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物是面向镜头了，但是好像是人在转，镜头没有转，这个也是表现力不太够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呢是 tilt up 啊，这个同样也是一个 tilt up 的一个效果。相对来说就好一些，镜头呢会向上去摇，由于速度是 0.1 啊，所以说不太明显。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 tilt down， 就是向下去摇动镜头。这个视角我故意选了一个什么朝上的这个效果，大家注意啊，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那这个我就换了一下啊，这个我用的是 pan up。这儿呢我们需要说一下，就是在镜头设计里边 pan up 和 tilt up 在我理解上都是摇动镜头。就是pan的话一般指的是左右，就是横摇，而 tilt 呢指的是上下这样摇，就是垂直的去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节点里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就是 pan 里边会有 up down left 和 right， 这个 tilt 呢也会有 down up left 和 right， 也可能是我对这个专业知识了解不太够啊，所以说呢我就做了很多的测试，但是我觉得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说它们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节点它本身就来源于什么 animate diff， 它是一个外来者啊，所以说这个设置呢也不是针对于我们这个模型的，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就是你认为 tilt 和 pan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就可以了，不管它是什么 up down 还是 left right 啊。所以说呢我又做了很多的尝试，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pan down啊，你详细去看它和 tilt down 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区别也不大。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 pan 和 tilt 的区别呢，我这儿做了一个横屏的，因为我觉得横屏对于整体的表现会更好一些。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呢是 pan left， 我们看一下效果。由于速度比较小啊，所以说你注意看这个吉他的一个运动，它就是这个镜头往这边去转啊，所以说这个吉他呢它的运动方向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换一下是什么？叫 tilt left， 然后这儿呢我用的 0.2 让它更明显一些，然后你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说呢我就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想法，不管你那个列表里边有多少，那你只要认为那个 pan 系列的和 tilt 系列的是一组啊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单个镜头的精准控制，我觉得它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组合镜头的控制。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一个双镜头的组合控制啊，第一个是我们的顺时针旋转，第二个是我们的 zoom out。我们看一下，同样人物有旋转的效果，然后呢有镜头拉远的效果，这两个组合的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双镜头的组合呢是比较什么？是比较精准的啊。你要注意啊，就是在这里边有一个技巧。因为我现在一共是49帧，你可以通过这种镜头串联的形式来实现这种镜头组合的一个效果，但是你要保证就是它们俩加起来是等于你那个总帧数的，所以说并不是说两个都设成49啊，而是第一个和第二个这个帧数加起来啊，它应该等于49，但是它最终出现的效果也不是说前20帧只有旋转，后20帧只有缩放，它也是融合在整个场景里的，对吧？这是双镜头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更复杂的三镜头的。三镜头呢在整个的工作流上呢有一些变化啊，因为呢我的总帧数设到了65帧，所以说我怕它炸显存，我就把那个交换选项给它设上了。这个三镜头呢是20步的 pan left， 20步的 pan up 和25步的 zoom out。 你看一下左移有吗？好像有一点儿，上移呢也有一点儿啊，放大比较明显。但是你注意啊，就是在三镜头的组合下呢，单个镜头的表现就不太明显了，更多的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画面的跳脱和紊乱的感觉，对吧？那我又测了一个，那这个里边呢我用到的是 pan left pan up， 这儿我换成了顺时针旋转。你去细看的话呢都会有一些效果出现，但是呢总体上还是增加了一些什么比较紊乱的感觉，而且对于画面的生成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影响的。注意它这个眼睛
有点恐怖片的感觉，是吧？哎，这是我们说的3镜头的组合效果啊。那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呢，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它从单镜头的效果上呢，和 ReCamera Master 来讲呢是持平的，但是呢，它可以做多镜头的组合。双镜头的组合相对来说比较精准，但是3镜头的组合呢，就比较紊乱了，是吧？那回头呢，我也会将这个工作流呢发到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来选择不同的镜头组合方式。好，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